对抗武力值拉满，普京下令召集预备役部队，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美俄再往前一步，将是全人类的一场灾难。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随着美俄之间对抗的骤然加剧，人们担心美俄双方可能正步向由对抗升级为战争冲突的边缘。普京总统更是表示，一旦开战，没有人能幸存。当然，这绝非是危言耸听，因为对于世界而言，美俄之间现在的局势再往前走一步，对于世界而言就是灾难。当前美俄激烈交锋的前线是在乌克兰，有人将其称之为美国的一场赌局。愿意让美国冒如此大的风险的乌克兰，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就像是他的后院一样。伴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挤压的加剧，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对抗北约仅存的缓冲地带，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似乎都志在必得。从这里来看，对于乌克兰的争夺也就构成了美国爆发真实冲突的现实条件。而美国在最近更是对俄罗斯步步紧逼，先是不断的为乌克兰撑腰，使得东乌局势进一步升级，而后又率领多国对俄罗斯进行围堵，这也让美俄之间的对抗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冠以战斗民族的俄罗斯，在面对美国如此明显的敌意时，自然也不会忍气吞声。先是在边境地区集结10几万大军，然后又发布总统令，大规模召集预备役人员集结。尽管俄罗斯每年都会进行所谓的预备役人员集结，但是在如今东欧局势紧张的当下，这被视作俄罗斯准备战斗的信号。除此之外，俄罗斯直接将美国列入了不友好国家名单。对于这份名单，俄罗斯解释称，这份名单是对其他国家对俄采取敌对行动的一种报复措施。可见，从俄罗斯这一系列的动作来看，其对抗美国的武力值已经拉满，他有做好准备同美国大干一场的架势。总的来说，事情发展到如今这步，最大的推手是美国。如果没有美国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俄罗斯是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梅德韦杰夫的一则发声，更是令世界炸锅。其表示，美国仍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这才导致美国走到如今这一步。如今的情形也让其直呼堪比古巴导弹危机。一场举世震惊的古巴导弹危机，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在那场危机中，美俄双方都在核大战的边缘徘徊，一旦任何一方再往前走一步，人类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如今的情形同当时也十分相似，如果美俄双方再往前走一步，整个世界都会陷入战争的深渊，这将是全人类的一场灾难。这样的警告绝不是危言耸听，更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英国航母打击群5月驶入南海，与日本开展联合演习。这次为何中国人心态却发生了变化？竟对此表示欢迎。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要说当今世上，在美国的这群盟友里，谁最听美国的话？英国如果认第二，那估计没人敢认第一，因为这么多年来，英国的对外战略好像就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美国打谁我就打谁。就像美国刚对俄罗斯制裁一样，英国也紧接着宣布要制裁俄罗斯。而在俄乌问题上，英国也是全力支持美国的立场，甚至在美军舰艇从黑海掉头时，英国还坚持要派军舰进入黑海，颇有一种替大哥出头的感觉。而现在，英国又将矛头指向了南海，因为美日发表声明要干涉台海问题，所以英国也闻声而来。据英国政府网站近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将在5月驶往南海，届时将停靠在日本港口，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展联合演习。据悉，这次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是一支号称20-30年来英国派出的最大规模海上和空中力量的英国军舰和军机编队。其中除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另外还包括了6艘皇家海军舰艇和1艘搭载战斧巡航导弹的潜艇，以及14架海军直升机和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作战联队。通过出动这么大规模的航母编队，我们也可以看出，英国这次前往南海是有备而来，并且来者不善。英国政府网站也公布了该航母编队在5月份将依次访问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美国的盟友们，而英国作为美国的马前卒，貌似是想替美国传话，继续拉拢这些盟友。对此，英国防卫大臣华莱士也明确表示，将航母派往南海，彰显了英国海军的力量和影响力，在拉近英国和盟友关系的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英国没有倒退。
但是在我们看来，英国此举恰恰跟他们所表达的意思相反，因为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现在却沦落到替美国鞍前马后，除了跟在美国后面刷刷存在感，也实在想不到他们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而对于英国航母的到来，这次中国人的心态却发生了变化，因为要是放在以前，有人来南海叫嚣，我国人肯定是喊打喊杀的，但这次却对此表示欢迎。理由很简单，首先，以目前英国海军的实力来讲，根本不足与我军对抗，既然不能构成重大威胁，那我们也大可不必紧张。其次，我军南海舰队刚喜提了3型大国重器，英航母的到来也就成为了一个绝佳的练兵机会，所以对于英国这种上门当靶子的行为，我们当然喜闻乐见。我军3种主力军舰刚入役不久，英国就派航母编队前往印太，这是要与我军硬碰硬。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太地区开始变得越来越热闹，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纷纷也开始前往这一地区，其中最为活跃的莫过于英国皇家海军了。此前，英国方面就宣布，他们将会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与美国海军组成一个编队前往印太地区。近日，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又有了新的消息。据媒体报道，有一支号称是20-30年来英国派出的最大规模海上和空中力量的英国军舰和军机编队，将会于5月份去往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新加坡，以此来让周边知道英国想要在亚洲发挥影响力的雄心。据了解，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将会搭载8架快速喷气式战斗机。此外，还有1艘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潜艇，6艘海军军舰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1个连，以及14架海军直升机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一同前往亚洲地区。由此可见，英国皇家海军的这套阵容确实非常强大。虽然说英国皇家海军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部队，他们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实力到处发展殖民地，但是经过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英国皇家海军开始日落西山，逐渐被人超越。所以说，英国皇家海军的这次阵容与之前相比，它的规模确实是这20-30年来最大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英国方面宣布这一消息的前几天，中国的南海舰队在同一天连续接收了3种主力舰艇。那么这种时候，英国方面派出规模如此之大的海军舰队来到亚洲，目的难道是为了与我军硬碰硬吗？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发表了看法。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称，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一做法不仅是为了在亚洲地区展示军事力量的存在，最主要是想以此提高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因为英国皇家海军的这支航空母舰编队将会访问40多个国家。值得关注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这支航空母舰编队除了要完成这些任务之外，还要参加5国团结演习，以此来纪念英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签署5国联防协议50周年。不得不说，英国这一举动确实有些危险，但是他们想要复辟日不落帝国的愿望肯定是无法实现了。他们这种秀军事肌肉的举动，对于我们来说，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毕竟我们比他们要更加强大。